OK， 這裡是2K 實驗室，我是 Sting， 我是 Griffin。我們今天來做戰術教學。戰術這東西，我覺得在2K 裡面算是蠻常使用的技能。因為如果你熟悉某一些戰術，然後你可以一直重複來使用的話，那個就是 mind game。mind game。為什麼籃球智商？為什麼戰術不一直使用同一個呢？那好用，為什麼不一直用呢？我會跟你講。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。來。OK， 我們全新的會員影片上架了。是交易後的骑士打勇士，我們一樣是打12分鐘的大場，然後接續中間的精華片段。交易後的騎士呢，哈登來了；交易後的勇士 KP 來了，3巨頭，但他不會上场。但在遊戲裡面會上场。然后你的鸡巴怎樣？很準？怎樣 ？Curry 变 Curry， 但是我大胡子，我有大胡子，我有 Isaiah Mobley，DPOY。OK， 打得怎樣就到會员裡面去觀看咯。趕快加入吧！第一個呢，我們要教快速單打，這是最簡單的、最基本的。你這個按出來之後，其實你就是無腦打戰術。好，那怎麼用呢？就是第一個按 L1，按叉，這裡呢 SGA 就有個快速單打。好，當你按下去之後呢，你有沒有看到？他們就會站在球場最開闊的空間。對，然後就等於就是拉開單打嘛，就是這樣嘛，就那麼簡單。就這樣 ，SGA 就這樣，然後可能會有個哨音。我覺得快速單打是2K 裡面所有戰術裡面最基礎，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因為電腦很白痴嘛，所以有時候如果你不按快速單打的話，它會這邊做個什麼pin down，做個這邊擋完之後，然後 JW 一個空檔3分的掩護，或是全龍滾覺得他可以超越斑馬，他會直接自主的切進去，然後要球，然後被斑馬蓋，就是有可能會出現這種畫面，但你不希望嘛？你是 SGA， 你是大哥，你就想要超越 KD， 成為雷霆最強的人。好像已經是，本來就是了，夺冠了。KD 有夺冠吗 ？KD 有那個啊，有小號。如果 SGA 他認為他是聯盟 MVP， 然後想要吃掉這個 Vassell， 他就想要叫單打，他不想要那些三分不準的人過來干擾我的單打。你就按快速單打，然後就可以直接你看運球，然後 BB， 然後 BB， 然後就進了。所以快速單打就是讓你做這件事情。而且我們再講一個，就是你按快速單打之後，你可以好好的看場上現在對位是誰，然後叫某個人來擋拆，然後去打點對方。然後我就按快速單打嘛。然後就是你看那個 Fox 就很小只，那我就直接叫 Fox 過來，然後我就可以外彈，然後去找 Fox， 然後進去歐洲步，就接近上。對，反正我們的建議就是在你每一波進攻前，都先按快速單打，讓你看清場上的局勢，場上的誰對位誰，然後誰是防守強點，誰是防守弱點，然後你就可以以上帝視角的方法去看整場比賽的流向，然後決定自己要做什麼戰術。第二個戰術呢，就是切入籃下。那切入籃下有一個很大的重點，你可以看到場上一樣誰有錯位。你看我 JW 對面手是誰？對面手是 Fox。所以如果是我馬上看到有這個弱點的話，我就按 L1，然後按 JW 頭上，按三角形，然後再按一次三角形切入籃下，那就很簡單。就可以直接做一個隔扣，因為你大打小了，所以你对方防守幾乎很難防。這樣切入籃下也是2K 基礎戰術的其中之一。就是你按三角形的時候，他就跟你招手。跟你 say hi， 他說：“我切入內線嘍。”然後這時候往內切，如果他切入能力是夠好的話，他就會掰開他，有沒有？他的左手會掰開他一下，然後這時候 Fox 就在 JW 的後面了，然後這時候你直接傳給 JW， 基本上就是一個空檔，因為他是錯位，就是直接吃到他了。你們就是要必須找那種衝框怪，切入籃下超強的那一種 ，Jaylen Brown 嘛 ，LeBron James 啊，好命嘎，苦命嘎，對，好命嘎，對，去老鷹，他現在不苦命啊，玩老鷹就 CJ McCollum， 然後叫那個苦命打2號位，然後就叫人狂衝，往裡面衝，這邊睡覺打 Curry。你们可以看到什麼時候傳球成功時率最高，就是你招手的時候，你不能馬上傳哦，因為 Fox 在面對你嘛，你這時候傳就被 Fox 抄，對，你就被抄了。你要這樣子 Fox 背對你這一種的時候，然後有一個身位過去，這時候傳，你的成功幾率才會高，最高。對，你不要說我們在亂教，因為很多人不會玩，然後這時候就傳。你在講誰呢？我不知道。OK， 就某些人不會玩。OK， 就說打2K為什麼要那麼認真？我們就喜歡那麼認真。OK， 你黑觀眾黑，我不管你加入會員，加入會員我就不黑你。OK， 這種招式我覺得算是2K 的陋習。就是這東西就很賤嘛，尤其在線上模式，因為在線上比賽的時候，你不會看到左邊有那個東西，對，就是你在現場比賽的時候，左邊就知道，我知道你要幹嘛，你要跑戰術了，想要切入籃下，我都知道，因為我們兩個在用同一台熒幕嘛，而且如果我們很熟悉的話，你們就可以直接這樣，你看我就是叫追他進去，然後就直接這樣，馬上快，或者按超快，然後就被抄了，對。那我們現在講一個算是戰術中的基礎，就低位單打。低位單打一樣很簡單，按 L1， 然後指定低位單打是誰？溫比一定最強嘛，按溫比，然後你會看到背籃單打，你就按正方形，按背籃單打，他就會跑去右邊的低位，然後你就傳給這邊人，對，然後傳給他，看到全龍滾就是要吃他，然後就往裡面幹，往裡面幹。縮小版溫比，對。
然後就直接吃掉他。就是低位單打是建立在，就是你看到這個人是錯位，在現實中這樣應該也是錯位，對，或是你很信這個文本亞馬，很信他的低位能力，你就讓他低位單打。他你看，他從這邊底角，然後跑到右邊的低位的地方，然後就這邊要球，然後你就可以傳給右邊40度角的人，然後再傳給溫比。建議先傳一次啦。如果你直接這樣傳的話，很容易被抄起。對啊，如果說我在手，我知道他的低位，我就用 JW 在中間那邊。对，他因為他會看到嘛，傳給右邊多傳一次球，穩定性比較高。然後你看這邊對低位單打，低位單打，然後就一直擠，然後就是 poster。好，那現在還有基礎戰術，就是交叉跑位這樣，因為也很簡單，我們就叫射手按 L1，然後射手這邊射手誰？那個小 Wallace， 然後他馬上第一個呢就是交叉跑位，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他們跑，你在那邊運球就好，你就運球，莫名其妙就有個空檔，然後就進了，就這樣，他只要擋出一個空檔，你就要馬上射出來。但是我建議就是找那個射手來去跑交叉跑位，因為他有一些無穿梭跑位的一些金的徽章，比較容易跑出空檔。所以交叉跑位也是2K 給你的基礎的戰術之一。我們剛剛講說是 Wallace 嘛，他就會跑到禁區中間，右邊有2個檔。然後左邊有一個檔，他就隨機跑左邊或跑右邊，然後你看這個人會做一個檔，然後他就跑出來，然後這個 Vassell 就被擋到，然後這邊就有空檔，然後就噴3分。這種交叉跑位其實有一個進階的招式，就是你的對手知道你在跑交叉跑位的时候，他操控防守的習慣，其實你可以預測到。就不是我知道他在跑交叉跑位的時候，溫比會動，然後我就會直接重心注意全部都在溫比身上，我一定要去追他，因為我怕被擋掉，因為 Holmgren 過擋能力超差，所以我會自己用大只来去控他這樣。可是如果這個時候的話，你看溫比跑交叉跑位，他重心在那上面嘛，然後我這時候我 Fox 直接往面衝，對，他就不會控制其他支去守我的 Fox， 然後我 Fox 有可能這邊就是隨便運一下球就過 SGA。然後就直接進去，然後在人堆中明明上來。而且這個好處是，如果你用中鋒出來跑外線擋拆的話，中鋒會直接站在外面，他沒有辦法協防你 Fox 切入。然後這時候可以打一個出其不意，然後 Fox 直接進去上來。那我們現在講一個算是2K 的秘技，就是你很常玩經典隊，或是你玩雙塔的隊，隨便叫一個人擋拆。你看我現在叫溫比來擋拆的話，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Luke Net 在左邊底角，他會去站到3分線。可是，在2K 裡面，你的 Luke Net 站3分線完全沒有威脅啊。對啊，就是我們在看現場 NBA 的時候，我們很常會看到有個人站在 Dunker Spot。他為什麼會站在 Dunker Spot 的呢？在2K 怎麼做這個設定呢？我們來教一下。首先，你就到進攻設定這邊，然後往下拉，這邊自由戰術按下去，有一個3外戰術，它的5號位和4號位都站在禁區。然後，如果我們調整這個戰術之後，會怎樣？好，我們現在調有3外戰術了，你就按方向鍵的右邊，然後按 R1，還有自由戰術，你就出現一個3外戰術，你按一下，然後這時候你再叫溫比來擋拆的話，有沒有神奇的事情出現了？口內就站在這個地方了，他在這個地方就有威脅了，他至少不會站在3分線，完全沒有威脅。然後如果這時候我打擋拆的話，口內就會站那邊，然後以後就轉傳給他。他就會有一個可以直接攻框的機會。這個東西呢，很適合用在那種便秘陣容，就是你4、5號位都不會3分球的時候。就像我們的會員影片，我0708的 KG 打他的騎士這樣，我0708的 KG 不會3分線，然後中鋒是誰？中鋒是 Perkins， 臭臉。我怎麼打？我就用這招打。而且那個中鋒基本上他會站在當個 spot 的人，他一定是有灌籃能力，然後進攻籃板屬性是強的，對，所以他就會比站在3分線多很多威脅，因為2波機會的威脅，灌籃的威脅。沒錯，因為如果我們不調這戰術的話 ，Perkins 會直接站在3分線。然後我的補防那個人就直接站進去了，他守 Perkins 那個就直接過來，那就等於3個打2個這樣。所以3外戰術這個東西是很推薦大家去用在你的戰術本裡面的。如果你玩那種經典隊，它內建就是3外戰術，但你想玩5外怎麼辦呢？我們也教給大家，一樣到這邊進攻設定，然後到這邊有一個戰術叫5外，5外就怎樣？5號和4號位都到外線，對不對？然後我把陣容也調成5外的打法，我們來試一下。他現在原本還是站3外戰術哦，我叫貝卡菲尼來擋拆。你看溫比站在 Dunker Spot，但我想要改成5外戰術，因為現在場上是5外嘛，我希望溫比站到3分線上面，我現在一樣方向鍵右邊，然後自由戰術，然後按一下5外，哇，大家都退開了，然後看我叫貝卡菲尼來擋拆，有沒有？3個空間點，這就是現代的打法，就是在說什麼以前什麼貴谷建金啊，貴谷迷啊，貴谷迷啊，現在球隊都丟3分，你貴谷迷有什麼用？你是什麼？貴谷黑，貴谷黑，跟着潮流走好不好？Melo 是誰？現在是 Melo，小孩都知道 Melo 是誰，是拉 Melo。我靠，沒有，開玩笑，把我臉背起來，逼起來，逼掉。反正我總結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想打 Dunker Spot， 你想打有人站在 Dunker Spot 的戰術的話，你就是按右，然後自由戰術，然後3外戰術。
這個時候你叫擋拆，就有一個人會帶這張2把。你如果心頭一念想回歸現代的懷抱，然後你就可以一樣也有自由戰術，然後按5外戰術，這就是最好空間的打法。你看威比就站3分線。我還想講一個，如果你的同學呢不懂什麼是戰術，然後你又想電他的話，你就叫他調這個，你就騙他。進攻設定，然後你就叫他調這個。80嗎？貴股民來看一下這個戰術，1、2、3，我全部都擠在禁區，來，你就叫那個貴股民來玩這個80戰術。哇 ，Michael Jordan、Magic Johnson、Larry Bird。你看80戰術，你看一下，大家都站在3分線以內，叫擋拆，我叫那個豆的來擋拆，然後叫他就一直往內切，往內切，2分線，往前啊！你看這邊，這時候現代打法嘛，然後按一下80戰術，我好喜歡禁區哦，好喜歡 Michael Jordan 哦，好喜歡 Michael Jordan 哦 ，Kevin McHale、Ben Wallace 嘛，不是 SG 你怎麼在這裡？你要站這邊打擋拆啊？對，我的錯，不好意思，貴股民我的錯，我應該站在罰球線那邊擋拆了，是他哦，我愛 Michael Jordan 哦 ，Michael Jordan 是我的 GOAT 哦。反正如果你們想要玩這種以前的打法的話，你們是可以這樣玩看看。我們是推薦給各位，如果要黑他，如果我貴股，以前打法黑 check 讚，我塞队。以後會員影片你就用這個80戰術，我就用5外戰術，就這樣嘛。你貴股迷嘛，來，反正現在大家沒有加入我們會員，大不懂我打什麼，我打。你打。好啦，反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。我們教了很多你可以去使用的什麼2K 基礎戰術，因為什麼進階戰術，像80打法，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玩一下。超強，你玩玩看吧。超強，一定可以全場得60分，差不多，就像當年那個樣子，你打12分鐘大場，你都要得50分。如果大家想看我們教其他的2K 的教學的話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，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嘍，拜拜。大家喜歡80戰術。